同事怀孕后总是偷喝我的奶茶，结果她喝了以后没多久就流产了。同事直播哭诉，颠倒黑白，说我一直嫉妒她的业务，说我生不出孩子，所以故意在奶茶里下了药。我百口莫辩，一时之间陷入了网络暴力，被他家人在医院推搡间掉出窗户，钢筋刺破了我的身体，一命呜呼。再睁眼，我看着桌子上的茉莉奶绿，一饮而尽。再次睁开眼，我大口大口的喘气，看着自己还没有血流不止的身体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看着桌子上的茉莉奶绿，我知道我重生了，我顾不得其他，赶紧将吸管插入了奶茶里，一饮而尽。过了一会儿，耳边再次响起一道熟悉的女人声音，思涵，我们等下一起拼单点外卖吧，食堂里的饭都已经吃腻了。我抬头，眼神闪过一丝怨恨，这位是1年前入职的同事蔡嘉林，现在她已经怀孕有4个月了，几乎都不吃食堂里的饭菜。和她相处了这1年多的时间，她无数次占了我许多小便宜，比如我从山姆买来的进口牛油果、丹东大草莓、车轮子，她非要尝一口，我买的霸王茶姬，一杯20多块钱，她也倒一杯。我向她表达过不满，蔡嘉林却不以为意，大家都是同事，你用得着这么斤斤计较吗？我愿意吃你的，那是因为跟你亲近，再说了，我怀孕以后胃口就是比较挑剔，吃不了太多的。顶着所有人的目光，以及考虑到接下来还会是同事的情况下，我只好一忍再忍。上辈子我在桌子上放了一杯茉莉奶绿，本想上洗手间回来再喝的，没想到蔡嘉林一声过问也没有，就喝完了我的奶茶。她本身就是孕妇，喝奶茶后就开始冒冷汗，公司所有的同事都大吃一惊，慌乱的送她去医院。后来她的家人将我堵在了医院的角落里，信誓旦旦的说是我害了他们家的宝贝大孙子，要求我赔上100万。我本身就因为蔡嘉林总是喝我的东西抱有不满，一气之下和他们争吵了起来。回想之间，被他的家人狠狠地推下了窗户，正好对上了楼下的钢筋。想到前世我的悲惨结局，我就牺牲怒火，我冷冰冰地拒绝他，不用了，今天我只想吃食堂里的饭。蔡佳宁的眼神闪过一丝不满，但很快又换上了无比亲近的笑容。那好吧，思涵，那你可不可以帮我点个外卖？我记得你没有点过隔壁马路新开的猪蹄饭吧？新人有优惠券，那就拜托你一下啦。我果断地拒绝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想帮你买。蔡佳林，你现在大着肚子，最好还是吃自己家做的吧。蔡佳林眼神不悦，黄思涵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想用一下你的账号，帮我点个外卖而已，大家都是同事，你怎么连这么一点忙都不帮？坐在我后面的刘梦琪也出口道，黄思涵，你也太小气了吧，既然你没有吃过马路对面的那家猪蹄饭，那你就先把优惠券给嘉玲用一下呗。我转头对刘梦琪微微一笑，刘梦琪，你这么喜欢乐于助人，那就你来帮蔡佳玲点吧。刘梦琪顿时面露纠结，抬头看你一眼蔡佳林，佳林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我已经不是新人用户了。蔡佳林翻了个白眼，冷哼了一声，自己打开了手机，开始点外卖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思涵，你抽屉里是不是还有小零食？可不可以给我一包草莓干？我当在他的面撕开了包装袋，送进了自己的嘴里。蔡佳林，我跟你很熟吗？你动不动就像我要东西自己买去。蔡佳林脸色逐渐难看，阴沉的看着我，愤愤不平的吃饭。看吧，不用别人给他点外卖，他自己也可以点。有了上辈子的经验，我把抽屉里的小零食全部都放进了我的包里，再也不敢在办公室里随意放着吃的用的，万一再被蔡佳林一个不经意拿去使用，我又得承担责任。下班的时候我赶紧先走，蔡佳林在后面紧追不舍。思涵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老公没空来不了，让我先坐你的车。我赶紧钻进了车子里，将车门封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和我男朋友有约会，所以载不了你。蔡佳林不依不饶的握着门把手，我可以坐后面，不会影响你们的。再说了，就这么一点距离，你也不帮忙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。我抬头看你眼太深厚，蔡佳林，你看那个人是谁？蔡佳林回头的一瞬间，我立刻踩着油门冲出了停车场。透过后视镜，我看见了蔡佳林不甘的眼神，我真的是纳闷了，公司里那么多人，而我又不是新员工，蔡佳林为什么就只逮着我一个人，使劲的欺负？难不成我有什么得罪他的地方？还是说我看起来很好说话？第二天一大早，男朋友开车送我到了公司，蔡佳林看着我提着我男朋友亲手做的爱心便当便开口道，思涵，我这里有吐司和牛奶，可不可以和你的便当换一下呀？不白吃你的。我对他翻了白眼，不想换，你想吃就让你老公给你做呗，这是我男朋友做的，你不能吃。蔡佳林随后换上一副委屈巴巴的眼神，思涵，也不想吃。这次我是跟你交换，又没有白吃，你的我的吐司和牛奶也是很有营养的呀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怀孕之后胃口不太好吗？刘梦琪附和，黄思涵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佳林是和你交换，又不是占你便宜，你男朋友做的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再说了，公司的领导都说了要照顾这些怀孕的女同事，现在国内的生育率降低，就有一半是你这样的人造成的，大家都是同事，互帮互助一下怎么了？关爱孕妇，你怎么就是学不会呢？我笑了，刘梦琪，我看你桌子上的草莓慕斯蛋糕就很不错，刚刚好，昨天蔡佳林是想吃我的草莓干，你要不要展现一下你是如何关怀怀孕的女同事呢？刘梦琪脸上闪过一丝窘迫，上一次她已经拒绝过了蔡佳林，这一次迎着蔡佳林期摊的目光，她不得不硬着头皮把自己的草莓慕斯小蛋糕放在了蔡佳林的桌子上。佳林，你放心吧，我可不是某些人，铁石心肠，你喜欢吃的话，我下次还可以和你换。蔡佳林看了我一眼，淡漠地笑了一下，那就谢谢你了，梦琪。一场小插曲过后，和我关系好的同事都在沐浴私聊我，思涵，好羡慕你这种勇于拒绝别人的勇气，你都不知道在家里，昨天还要我去载他回家里，
烦死人了，我还要去幼儿园接送小孩，根本就不顺路。好吧，我回复，可别，昨天蔡佳琳你想要从我的车被我拒绝了，脸黑的跟他一样。哈哈，你难道就不怕得罪他吗？我笑了，得罪就得罪了呗，他以为是什么东西，可别万一哪天吃出了个好歹就赖上人了。现在这个社会啊，痛词新闻层出不穷。下午开会的时间到了，经理陈小杰对蔡佳琳做出来的方案提出了表扬，还特意指名道姓说我最近表现不太好，影响了公司里员工的关系。我一脸不服气，陈小姐，我怎么就影响公司员工的关系了？合着我不想把自己的饭给别人吃，我就有问题了？不是，什么年代了？谁家吃不起饭，天天想着吃别人家的饭和零食奶茶呀。这个陈小姐一年到头就喜欢偏心蔡佳琳，不是一天两天了。陈小姐是公司里出了名的，喜欢看美女。蔡佳琳身高1.68米，细腰大长腿，长相上在素人里的确是漂亮的了。蔡佳琳性格八面玲珑，工作能力上即使不强，但是嘴巴上也能够讨好到陈小姐，自然是能够得到一些偏爱。陈小姐脸色顿时有些尴尬，严厉的手导，可嗨嗨，黄思涵，你怎么回事？差不多得了，算了算了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现在我们来聊一下工作上的事情。我懒洋洋的欧美省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蔡佳琳肯定是私底下和陈小杰说不少我的坏话。陈小杰，斯坦，你的方案我看了，很糟糕，一点创新都没有，客户看了怎么可能会满意？我看最近蔡佳琳的表现就很不错，西亚这个品牌项目就交给蔡佳琳吧，你有什么意见现在就可以提出来。我看着蔡佳琳得意洋洋的笑，轻描淡写道 OK 呀，我希望公司可以越来越好，也不希望有些人啊占着比别人多一层关系就为所欲为，毕竟这工作能力嘛，还是依然而已。蔡佳琳脸色难看，强颜欢笑道，谢谢陈主管，我一定会好好做的。会议结束后，刘梦琪一脸羡慕地看着蔡佳琳，佳琳，你命好好啊，长得好看，还嫁了一个好老公，在一线城市有房有车，现在还有一个宝宝，主管又这么器重你，未来可期呀。蔡佳琳害羞地笑了，我长得好看，还是拜托我妈了，你也不差，你现在刚刚毕业，还年轻，以后这样的机会多的是。刘梦琪笑了笑，见你吉言了。如果茶水间出来的刘梦琪，我微微一笑，哎呦，两个人在这里说悄悄话呀，你们关系这么好，你说蔡佳琳生孩子去了，会把她的位置退给你吗？我没有错过刘梦琪眼神闪过的一丝期待。下班后，我去了负一楼停车场，外角处看见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正在和蔡佳琳说话，随后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上车，蔡佳琳一脸害羞的亲了男人的侧脸，男人眉眼含笑，黑色的车子开出了停车场，我敢心生疑惑，蔡佳琳的老公我见过，没有这些男人这么高大。我赶紧开车出去，跟着两个人来到了一家偏僻的火锅店，背对着蔡佳琳坐下来后，我听见了难以置信的真相。蔡佳琳不耐烦道，黄思涵那个傻逼，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小气罢了，烦我跟什么似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男人声音低沉，他该不会已经察觉到什么吧？我心里一沉，赶紧掏出了手机录音。蔡佳琳，不能吧，我之前也经常总是拿他的东西吃，要不是看在他比较有钱的份上，我也不会选中了他。蔡佳琳继续道，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，要不然我还是去选择那个刘梦琪吧，她是家里的独生女，父母也有一套房，怎么着，我的孩子也可以拿了100万。男人笑了，那也可以，佳琳，辛苦你了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小心点，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，还有基因缺陷，没办法，只能这样了。我顿时恍然大悟，好狠的女人，怪不得一直带着我一本人薅羊毛，原来是看上我的钱了。我家经济情况是在公司里比较好的了，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外地过来打工，拿着几千到1万的工资租这个房子，勉强生活，而我的是本地人。大学毕业后，父母就给我买了一套3房2厅的商品房，一线城市这样的房子价值800万。蔡佳琳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问东问西，看我穿衣打扮都是名牌，得知是我父母给的，她也说过羡慕嫉妒恨，原来如此。第二天我依旧上班，刘梦琪为了讨好蔡佳琳，居然主动买了早餐。佳琳，这三明治是我亲手做的，比外面的还要干净卫生，进口的培根，你要是觉得好吃，我下一次还给你做。蔡佳琳一脸笑容，谢谢你的梦琪，你人真好，不像有些人斤斤计较。刘梦琪得意的看了我一眼，我笑而不语。有些人死到临头了还不知情呢，刘梦琪，你这么好心，小心等一下被人讹上了。刘梦琪愣了一下，笑了起来。黄思涵，我知道一直看不惯佳琳，但是没有必要这样揣测别人吧。你呀，就是羡慕我们关系好，吃不到葡萄树葡萄酸。蔡佳琳不满的瞪了我一眼，起身去了一趟厕所。没过多久后，蔡佳琳出来就崩溃大哭，救命，救命啊，我的肚子好痛好痛。办公室里的人顺势起身，把大伙吓了一跳，有人赶紧呼叫120。刘梦琪脸色瞬间煞白，蔡佳琳赶紧拉扯住了她的衣袖，梦琪，我是吃了你的三明治才肚子痛的，你快一点送我去医院好不好？救救我肚子里的孩子啊！我看着语无伦次的刘梦琪，还愣着干嘛？这可是孕妇，赶紧送去医院看看吧。刘梦琪顾不上其他的，只能跟着救护车一并上了车。我很好奇，这一次刘梦琪也会是我上辈子那样的结局吗？我赶紧跟人事部请的假，开车一路跟到了医院里。蔡佳琳的家属已经到达了医院，她的婆婆知道了前因后果，一气之下连给了刘梦琪一个大嘴巴子，你这个蛇心心肠的女人，为什么要害我的宝贝孙子？我们家的香火都给你弄断了，你必须给我一命偿一命。刘梦琪吓得惊慌失措，披头散发，抬头突然看见了走廊尽头的我，弹动木元针，你们凭什么打我？我的三明治没有问题。蔡佳琳平日里经常拿黄思涵的零食，说不定是这个女人搞的鬼。活力十足的老太婆一下子怒了，冲过来想打我，
我眼疾手快，躲了一下，老太婆扑通一下摔倒在了地上，磕掉了一颗牙齿。来之前我早就打了报警电话，这个刘梦琪，我不想有人平白无故的被蔡佳琳这样害死，她还这么不知好歹。蔡佳琳的老公面目狰狞，你居然敢欺负我妈，我跟你拼了！我拿出房间喷雾，直接扫过蔡佳琳老公的眼睛，他痛得嗷嗷的叫。警察同志很快就到了医院，抓住了闹事的人。老太婆哭天喊地，没天理啊！你们居然帮着这两个小贱人欺负我一个老太婆和我儿子，我儿媳妇肚子里面的孩子好端端的怎么就没了？你们都是杀人凶手！我看着蔡佳琳的老公，我没有给蔡佳琳吃任何东西。今天的监控视频已经交给了警察了，所有人亲耳听见是刘梦琪自己做了三明治。刘梦琪脸色苍白，我看着刘梦琪人证物证监控，你不能颠倒黑白吧？刘梦琪哭了。黄思涵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早就知道了什么？故意的对不对？我无语的看着刘梦琪，我已经提醒你了，是你自己一孤行，现在关我什么事？蔡佳琳的老公挡羞成怒，对着刘梦琪破口大骂。好啊你，就是你害得我老婆没了孩子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刘梦琪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我只是一片好心，我的三明治绝对没有问题。现场闹哄哄，刘梦琪幸运的是有警察同志的保护，避免了我上辈子的结局，剩下的民事纠纷只能依靠警察解决了。第二天我依旧上班，公司里的同事看见我都说有惊无喜。平日里蔡佳琳也喜欢到处蹭蹭蹭喝，他们敢动不敢言。现在刘梦琪倒了大霉，更加让他们意识到不要随便给别人东西吃，特别是怀孕的女人。下班后，我打算去医院看看蔡佳琳在干什么。这个孩子是她主动不要的，蔡佳琳的老公恐怕不知道自己头上绿油油了吧？我不恨刘梦琪，我恨蔡佳琳这样的女人，她凭什么有好结局？医院消防通道楼梯里，我录着视频。你说刘梦琪万一拿不出这么多钱怎么办？我肚子里的孩子岂不是白死了？还能怎么办？她是独生女，不管怎么样，她父母总不会见死不救吧？我欠赌场的钱很快就到日子，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去死。蔡佳琳点了点头，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就说我那个婆婆烦死人了，我都这个样子，她还天天想着我还能不能生，也不心痛我。我笑了，蔡佳琳啦，蔡佳琳拿着自己的孩子去救外面的情夫，你这么做，你老公知道吗？出院时，我看见疲倦不堪的刘梦琪，他见我就破口大骂，黄思涵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老是拒绝蔡佳琳，我怎么可能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你知不知道我已经被公司辞退了？我笑了，刘梦琪，好言难劝，该死鬼，我已经提醒过你了，是你自己想要讨好蔡佳琳，自作孽不可活，你还是想一想，接下来要怎么赔偿蔡佳琳吧。我还没有走多远，刘梦琪就冲上了医院的顶楼，她在风中凌乱了一会，不一会有人就报警了。蔡佳琳知道后，火急火燎的冲了上去，梦琪，你疯了吗？快一点下来！刘梦琪哭得痛不欲生。蔡佳琳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明明是知道我的三明治干干净净，我看你们就是想逼死我。我爸妈知道这件事后，说什么也不肯管我了。别看我是独生女，我爸妈要过继我大伯的儿子，他们都不管我了。我哪里有那么多钱陪你？我年纪轻轻，我不想坐牢啊。蔡佳琳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我看得出来，她不想鸡飞蛋打，最后人财两空。梦琪，你还年轻，慢慢还，总能还清的。你有什么话先下来，我们好好商量，好不好？刘梦琪怨恨地看着蔡佳琳，你想我下来？好啊，你发誓不要让我赔偿，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根本不是我害死的，你发誓，你成亲啊？蔡佳琳脸色铁青，蔡佳琳的情夫也愣了一下，没想到刘梦琪这么狠，拿自己的生命安全来威胁他们。蔡佳琳的婆婆不是吃素的，她一把年纪也冲了上去，站在刘梦琪的身边，你这贱人害死了我的宝贝大孙子，还想逃之夭夭，你想得美，我都找人看过了，这还是一个男孩子，都说是你的错。现场的人吓了一大跳，刘梦琪瑟瑟发抖，没想到这个老太婆这么疯狂，好在警察同志七手八脚的把人拉了回来，刘梦琪一下来就晕了过去。蔡佳琳厌恶的看着我，看什么看？有你什么事？我意味深长的笑了。蔡佳琳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肚子里面的孩子真的是刘梦琪弄没的吗？蔡佳琳急了，我说是就是以少度管闲事，因为刘梦琪在医院要跳楼的事情已经被人上传到了网络平台上，有网友为刘梦琪纷纷不平，你真的是太不小心了，怀孕的女人怎么可以给她带吃的？还是你亲手做的？我怎么觉得这个姑娘是被坑了？太可怜了，你的三明治是自己制作的，那原材料呢？就在刘梦琪准备找律师的时候，我花钱请了几个音效号，发出了录音和视频。网友看见了以后，一下子把火力对准了蔡佳琳，好不要脸的女人，到处蹭蹭蹭喝，和你这样的女人做同事真的是倒了大霉。你老公知道吗？肚子里面的孩子该不会不是你老公的吧？楼上很大可能不是啦，要不然那男人怎么知道是基因缺陷？事件有了反转，刘梦琪一下子就不用赔偿这么多钱了。蔡佳琳还没有出月子，就被她的老公拳打脚踢，她的家婆是个厉害的，听说在家门口扒光了她的衣服，让所有人看看她是如何勾引男人的。我有一些唏嘘，蔡佳琳完全是害人害己。上辈子我被推下去后，他们一家人根本不用负责，还让医院赔了不少钱，说什么是窗户质量问题。蔡佳琳更是在网络上抹黑我的名声，让我的父母抬不起头，被人支持点点。他们本来应该过好退休的生活，却因为这件事陷入了巨大的痛苦。蔡佳琳不出所料，还是被她老公赶了出来，两个人正在闹离婚。蔡佳琳说什么也不肯离婚，净身出户，什么都没有，她做不到。蔡佳琳的娘家人觉得丢人现眼，不敢让蔡佳琳回家，没有工作，无家可归的她，自然只能和自己的情妇在一起。没想到蔡佳琳的这个情夫是一个吃软饭的，翻脸不认人，
要不是你愚蠢，怎么会给别人抓住了把柄？我自己现在都自身难保，我们分手吧。蔡佳琳崩溃大哭，在街头好像一个泼妇一样，大吼大叫。无奈之下，她只能回去找她的老公原谅。没想到，一回家就看见昔日的同事刘梦琪正和自己的老公躺在了房间里。蔡佳琳疯了一样对刘梦琪拳打脚踢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要脸？刘梦琪也不甘示弱，连给蔡佳琳好几个耳光。我怎么就不要脸了？你自己在外面找男人，你才不要脸！蔡佳琳的家婆说什么也不愿意让她回来，一个给自己儿子戴了绿帽子的女人，她养不起。刘梦琪起初在医院认识了蔡佳琳的老公，为了不还钱，她使出浑身解数，早就怀上了一个孩子，说是一命抵一命。没想到蔡佳琳肚子里面的孩子根本不是她婆家亲生的，蔡佳琳死活不愿意离开，因为她不同意离婚，刘梦琪就没有办法让这孩子上网公的户口。街坊邻居看了这件事，一个个都议论纷纷，那小姑娘是不是疯了？居然给他们家生孩子，一命抵一命，这也太离谱了。我认知这个刘梦琪，她爸妈偷偷摸摸生我儿子，为了不让她知道，养在了亲戚家，现在撕破脸了吧？那父母的房子也和他没关系了。哎呀，真的是冤家了，这下他们家不得鸡飞狗跳。我笑了，刘梦琪的父母只是普通人家，留下来的房子也是老婆小，她没有了工作，又因为这件事阴差阳错和蔡佳琳的老公发生了关系，现在只有一条退路，那就是嫁给蔡佳琳的老公。我没想到这件事还有后续，刘梦琪不知道用什么办法，蔡佳琳为了不被扫地出门，天天在家里面伺候刘梦琪端茶送水。刘梦琪的直播间因为有着奇葩事，流量大涨，一下子成为了家庭网红博主。也有善良的网友叫刘梦琪不要太过分了，适可而止。刘梦琪不以为意，蔡佳琳害我害得这么惨，她给我端茶送水怎么了？我没有把她赶出去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你们看我像不像是大方？她是伺候我的小气，所以说恶人有恶报，我怀孕了，肚子里面也是儿子，我可是这个家里的大工程。有一天，蔡佳琳忍无可忍，将滚烫的热水泼在了刘梦琪的脸上，连夜跑路。刘梦琪怀孕，还有住院，只能被迫我关了直播。而蔡佳琳没过多久就离婚了，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她嫁给了一个本地老头子，对方很有钱，只是对她不太好，3天一大打，2天一大吵。蔡佳琳多次在直播间哭诉自己婚姻生活中的鸡皮蒜毛，我看着她过得水深火热，心里面舒服了许多。蔡佳琳才是害死我的杀人凶手，现在她的生活是自己一手促成的，怪不得别人。我一路上升官发财，财源滚滚，有空了就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生活美滋滋的。最后一次见到刘梦琪和蔡佳琳的时候是在新闻联播上，刘梦琪她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在大街上遇见了因为家暴不能继续生育的蔡佳琳，两个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不由分说的在马路上吵了起来。推搪的过程中，两个人对货车碾压，当场死亡，而那个孩子还在地上嚎啕大哭，血流不止。这辈子真好，他揉住了我的肩膀，亲你的笑了，思涵，下个月我们去爱尔兰领证结婚吧。不笑了，阳光明媚照耀在我们两个人的身上，如此温暖，全都完结。